我本是江城海关总长沈宁远之女沈昭宁。江城第一商号永义堂是督军府副使的产业。5年前中秋夜，父亲因稽查走私前去督军府面见永义堂主，可那夜却成了我一生噩梦的开始。母亲，看，这是我送给父亲的中秋贺礼，真好看。太太，小姐，沈总长出事了！爸爸，你怎么了？沈总长去督军府上面见永义堂主，被抬出来的时候已经……人府上下一个不留！昭宁，快从后门逃出去！母亲和我一起走。昭宁，一定要活下去。从那一夜起，我成了孤女，父母化作了灰土，变成了天上的星。追！向督军复命，沈府大火，无人生还。是。求你救我！5年前幸得师父所救，藏身梨园，世间便再无沈昭宁，只有尚依依。小姐，督军府的人已经到门口了，该登台了。苦练多年，终于等了这一刻。多好的亲日，可惜。喂，咱们江城的副少帅来了，听说他在战场5年未归，嗜杀成性，你可得小声伺候。走。好，好，好。唱得好！少帅，这是民众乐园开箱力捧的新科红卷尚依依。尚依依，她的眼神为何如此熟悉？严总管，给我好好赏。是。好啊！少帅，尚老板，你是想血溅戏台吗？副少帅误会了，我只想让梨花满地。好！小姐，督军府严总管有请。送给严总管的戏终于要开场。昭宁，虽不知副少帅换的是哪家姑娘，但恐怕是认错了人。5年前中秋夜，昭宁的确死于大火，可是尚老板此前可是姓沈。祖师爷跟前发过毒誓，此生只认戏牌，
不认族谱。血落必留痕，我怎会认错？商依依，为何容貌与当年的沈总长之女如此相似？沈昭宁明明已经死了。傅泽之这个冷面阎王，对我这个未婚妻都从未多看一眼，如今却对一个戏子另眼相待。我看他呀，就是对他的白月光念念不忘。若沈昭宁没有死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办事不力。沈昭宁这衙前左肩中了我一枪，身上必有印记。哼，当下就可以验证。若真的是他，就即刻处理干净。倒的确有几分故人之姿。您就是督军府的严总管，不知依依何处得罪您了？商老板不仅戏唱得好，这枪法也是令人十分叹服。不知可否与在下比试一番？多谢严总管抬爱，我哪会用枪啊，就是做做样子罢了。严总管就别为难商老板了。这蜀绣旗袍是督军府给的开台贺礼，不如商老板试试，是否合身啊？多谢督军府赏赐，但当场试穿却与理不合。商老板拒绝我事小，可若驳了傅少帅的意，以他的性子，会让你这辈子都别想再唱戏。哼，商老板若再推脱的话，便只能由我帮你换了。还请严总管回避。少帅，把肩膀露出来！在干什么？贺礼给商老板。此前昭宁掩盖心绪时，总会眉心微蹙，习惯性的神态绝不会变。少帅，少帅，严总管，府里出事了。刚在府里发现了永义堂杨大总管的尸首，凶手在现场留下了一只簪子。如此一来，下一任大总管非严总管莫属。今晚督军府夜宴，说不定堂主会在云楼悬灯会客，亲自任命严总管。永义堂掌管江城经济命脉，恭贺严总管。可凶手刘簪多为寻仇，严总管要小心才是。凶手的心思，商老板为何如此清楚啊？我不过是瞎猜罢了。严总管如此紧张，莫非真有仇家？别让暗处之人坏了严总管的好事。毕竟彩云易散，琉璃脆。可惜。严总管，今晚我要将你的晋升路变成你的黄泉路。在没有查清楚盛依依的身份之前，绝不能让她踏入督军府半步。商小姐，你这簪子
从何而来？民众乐园的名角总该备些行头。少帅若是喜欢，送你。眼神可辨人心，可商老板的眼神却告诉我，你在说谎。我怎敢欺瞒少帅？何况不动兵刃，诱敌自毁，才是高明的杀手。在查清楚簪子主人之前，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那明晚督军府夜宴，我岂不是也要和少帅一起？去督军府夜宴，才是你的真正目的。我说的对吗？云楼悬灯，月桥烟火，本就是江城绝景，我自然也想见识见识。都说云楼悬灯，月桥烟火是江城绝景。好，等立功的时候，我带你看烟火。赵宁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少帅，尸体已经腐烂，不可辨别。赵宁，赵宁，好，明晚我带你去。泽之，对不起，我只能利用从前的回忆，把你当做我的妻子。少帅，刚打听到商依依是5年前被人从月宁街救回，入梨园学艺。当时她身上好像还有伤。神府就在月宁街上。5年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小姐，世人都知永裕堂主由傅家人担任，却无人知晓堂主真实身份。云楼最后一次会客，还是沈总长遇害当晚。无论堂主会不会出现，今晚就由我们为云楼点灯，让督军府的血案重现。小姐是否要跟我一起，提前进入督军府？不，今晚我反而要引人注意。少帅，有人说昨天在凶案现场看到一个黑衣人，你要不要亲自过去审？在我回来之前，哪儿都不许去。今晚如果发现有任何可疑的人，立即逐出督军府。哎，站住！闲杂人等不得擅入督军府。凤晨，你干嘛？反了你了！少帅，少帅，你干的？这个贱人意图混入督军府，我略施成见，接下来交由您处置。我的贵客你也敢动？贵客，少帅，请您饶命！刚才用的这只手，丢出去。少帅，今天府里夜宴，还是别把事情闹大。滚！别再让我看见。少帅，昨夜之事尚未查明，闲杂人等不能进入督军府。可在我看来，陈小姐才是闲杂人。我才是督军府未来的少夫人，不管她是谁，都不能挡我的路。此事
我定要禀告父亲。倘若他就是沈昭宁，就请严总管尽早动手，此事绝不能让督军知道。陈司令，请放心，我一定会在堂主来之前解决了他。还有1分钟，也不知道梁胜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。你若真的是昭宁，为何不与我相认？邵老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邵老板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自然是想去看云楼点灯的盛景。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云楼悬灯了，莫不是堂主现身了？严总管，既然云楼悬灯了，您可以去见堂主了。这云楼的灯亮得有些蹊跷。阿胜派人搜见尚依依，找到他。站住！严总管，5年前你杀害我母亲的时候，就该料到你会有今天。你果然是沈昭宁。说，你到底是受谁指使将沈府灭口？是陈景玉，是他说沈府上让陈司令和督军府走私军火的证据，可为了保军府，只能如此。陈景玉，那我父亲呢？我父亲到底是被谁所杀？我只知道沈总长死去前见了堂主，其他我一概不知。堂主到底是谁？是督军吗？我不知道。沈昭宁，昭宁，封闭督军府，对所有身着黑衣服的人秘密搜身，找到那半只碧玉簪。邵依依，督军请你过去一趟。陈景玉，你为销毁罪证将沈家灭口，下一个就是你。陈小姐假借督军之名带我过来，是要对我动用私刑吗？邵依依，你就不要再演戏了。严总管云楼遇害，你就是真正的凶手。陈小姐为何如此笃定是我所为？云楼点灯前，你就不在了，你到底去哪儿？我刚刚被酒杯划伤，自然是去包扎伤口。那我倒要看看，这伤是真是假。
昭宁刚才就是在此换了衣服。昭宁，你到底在哪儿？看来你已经打定主意要给我定罪。外姓女子只有嫁给傅家，才能面见堂主。我绝对不会让你抢走我傅家少夫人的位置。可傅少帅本就无异于你。自从沈家出事之后，他就像个杀人机器，四处征战。他的心早就死了。可是我不在了。我父亲的司令府是傅家最大的倚仗，少帅夫人只能是我。不管你是沈昭宁还是商依依，挡我的路都得死。请督军过来。陈小姐对我动用私情，就不怕少帅知道？我看你要如何解释？你少拿少帅威胁我，嫌犯拒不认罪，我只能逼你开口。拿过来。带着盐水渗入骨血，这鞭子就会比刀割还疼上10倍。给我住手！就会比刀割还疼上10倍。住手！陈小姐动用私刑，还真把自己当督军府的主子了。少帅，你居然为了一个戏子打我！怎么回事？商老板，督军，云龙点灯时，唯有商依依不见踪迹，就是他杀了严总管。我只是去包扎伤口，严总管之事与我无关。是昭宁，昭宁，昭宁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你一定就是昭宁。父亲，凶手已抓获，应该就地枪决。商依依，你听到了吗？少帅说的什么？督军，在彭宽身上发现这半支玉簪，和严总管身上的是同一支。既然他身上有凶器，彭宽就是凶手。放开！说，你为何杀害严总管？督军，严总管不是我杀的，我不知这簪子如何到了我身上。是他！何须多费口舌？督军，证据如此完美，一定是伪造的，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问题。够了，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说明云楼疯了。督军，对于触碰我底线的，我从来不分男女。傅泽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少帅，爸，不管你在外如何杀戮成性，
也不该对锦玉动手。司令倒是提醒了我，婚约之事我从未应允，两府婚约就此解除。解除婚约？傅斯年知道吗？他可是亲口答应的。督军府的事就不劳陈司令费心，管好自己便是。5年前的事，傅斯年一直躲在背后。如今解除婚约，只是想跟我解除关系。爸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放心，我自有安排。过河拆桥，没那么容易。至于那商依依，商依依交给我，我自有办法解决的。衬衫明日还给少帅。以玉簪为标记，你倒是和凶手有一样的习惯。玉簪既可杀人，亦可救人。少帅今日救我，来日一定报答少帅。若说报答，商老板可愿以身相许？我是梨园中人，与少帅身份与你有别，少帅还是别拿我取笑了。我是认真的，商老板可否愿意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只有把你留在身边，才能护你周全。因为我要摆脱司令府的牵制，需要有一个同谋，而商老板精通细文，处事练达，自然是不二人选。既然少帅如此看得起我，我定助少帅一臂之力。你又为何答应的如此爽快？他人只知你冷酷世袭，只有我清楚你从前何等温柔。我若说真心倾慕少帅，你可愿相信？你少给我耍花招！什么都瞒不过少帅。我想以富家少夫人的身份面见堂主，参与永义堂生意，谁会跟钱过不去呢？生意之事，自有堂主定夺。不过，我一定会让你见到堂主。少帅不介意我是在利用你吗？你助我摆脱司令府，我引你入永义堂，你我相互成全。好，那明日请少帅看一出戏。昭宁，你到底为什么要杀严总管？少帅，您一向不许任何女子进入您的房间，这商老板怎么？5年前神府那场大火绝对不是意外。去查一查，夜里都有谁出入神府，不要漏掉任何一个细节。还有，此事绝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。是。民众乐园有一小生叫易小兰，她和陈简玉几次同时出入这里，这一定不是巧合。走。别闹！明天开戏之前，把这个放在他的衣柜。等我接管了永义堂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一切都如你所愿。谁在外面？谁在外面？像你路过的风景，一直在惊喜。明日易先生要唱玉簪记，还请督军和少帅前来捧场。要想除掉司令府，
还需借督军之名。我会找记者为玉簪记大肆宣扬。少帅果然与我心有灵犀。少帅，明日督军有一批军火交易，照例由陈司令护送运回。那就为这风月之事再添一把火。你看，上一件杀人凶手。喂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督军在包厢里，请邵老板过去一趟。梨园之地里容不得造谣污蔑。无论如何，师父永远在你身后。谢谢师父相信我，这件事我可以自己处理。正好，今天的戏可以提早开场。准备了这么多年的好戏，终于要开场了。商老板，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商老板，没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哼，凶手不是早已伏法，督军不要被人恶意误导。督军，小人看到这传单上所写详细一事，实在不敢隐瞒，特地来向督军禀报。杨大总管遇害那晚，我曾看见商依依穿着一身黑色男装出了门，当时并未多想，直到后来听闻杨大总管和严总管接连被黑衣人所害，才觉此事有异。想必那身黑衣就藏在他房间中，督军只需搜寻一番便是。去，走。督军的确找到一件黑色男装。如此看来，那日在彭宽身上发现了半只玉簪，也是商依依所陷害的了。这东西本就不是我的，是有人故意构陷于我。何况仅凭一件黑衣就断定我是凶手，那岂不是所有黑衣之人皆是凶手？事到如今了，你还要狡辩？陈小姐为何如此相信易先生的话？凶手身着黑衣一事，我已下令严格保密，不知易先生是从哪知道的？我可以解答少帅的疑惑。我碰巧在报纸上读到了一则陈小姐和易先生的新闻。司令千金陈锦玉和民众乐园一小生艳情曝光。原来你们早已突破世俗礼教，演了一出玉簪记，怪不得易先生为情所困，构陷于我。金玉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一定是他陷害我，是他在报复我。你行为不检，还敢攀养他人？从今日起，你我婚约正式解除。督军，富家少夫人的名号是你承诺过要给我。陈小姐是听不懂人话吗？还有这个构陷之人也给我拖下去，打断他的腿！少帅，都是陈锦玉让我干的，不关我的事啊！顺便告诉父亲，我和商依依两情相悦，已决定娶她为妻。戏子向来都是下九流之辈，你竟然要娶连人为妻？梨园不乏忠义之辈，豪门也有不伦之人。世间贵贱，本就和门楣无关。督军，出事了！此前放出去的我，也该死了。
督军，昨日那批军火欲到司令府赊账，不予放行，现在还滞留在海关，说是再不运回，就有被查没的风险。什么？他们还说，陈小姐在督军府受了委屈，司令府只要我们付出代价。司令到底想要做什么？陈司令是督军的属下，如此就是以下犯上。督军，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，我马上回家向父亲问清楚。此事耽误不得，我有一计谋可解督军燃眉之急。商小姐有何良策？既然督军府的陆路走不通，何不试试梨园的水路？商老板帮我是有条件的吧？我心悦少帅，但求督军能成全我和少帅的婚事。司令府是督军最大的倚仗，督军，你一定知道孰轻孰重吧？仰仗一朝被主就是刺向督军的利刃，而我只有听命于督军而已。把陈小姐带下去，军火运回之前，不许离开督军府。盛依依别有用心，督军，你千万不要信他。督军，若要验证人心，静观其行便是。喂，明日一早，军火会如期送到督军府。你想跟我说的就只有这个吗？不然，少帅还想跟我说什么？你刚才说心愿于我，那不过是为了应付督军罢了。军火的事情我自有安排，是谁让你冒险？可少帅拦下军火，同样是在冒险。所以，你还是在担心我。你记住，我既然决定娶你为妻，任何事情我都会和你一起面对。师父，易先生之事让民众乐园声誉受损，我甘愿受罚。他构陷在先，是罪有应得。可你本该告诉师父，师父会和你一起面对的。师父也和我说过同样的话。师父？难道你？少帅为何如此在意？尚依依，你有婚约在身，理应和其他男子保持距离。师父救我性命，是我救命恩人。如果没有他，我可能早就死了。可他也仅仅是我的师父。只恨我当年不忍察言失手，救你的人本应是我。有人跟踪。想必是陈景玉的人，既然他想看，便让他看个够。总之，现在的真相揭开，还能真情意。上了吧，没人的地方，连装都没有。女神，你可以隐藏我为夕阳，念念不忘，还是选择遗忘，我都不敢去想。您果然对商老板动了真情，找人暗中保护他，也找人跟着那批货，无论如何都要把货运回来。好。商老板，门口督军府的人请您过去一趟，说等军火运回，一同庆祝。既然督军府的戏台搭好了，今晚的戏就提前开场。少帅，属下查到神府大火那夜，严总管曾带兵去过神府，那些兵是陈司令的人。他们哪有这个胆子？背后一定还有人指使。如今严总管被伤，
军中都有传闻，是沈家有人尚存，前来复仇。他藏身梨园，原来都是为了复仇。少帅，商老板刚被督军请到府上来了。这时候本应该和商老板一同庆祝，只可惜，因为你的举报，军火被稽查组收缴。商一一，你背叛督军，就该就地伏法。说是我举报，就一定会匿名以求自保，又怎会让你知道我的身份？请督军查证事实，相信商一一背叛督军，少帅，你还要护着他吗？没错，的确有人劫走了军火，可我命人一路跟随，却发现他们并没有回海关复命，而是把军火运回了司令府。司令府缴获军火是要造反吗？我可容不下背主之人。我和父亲对督军绝无二心，要是敢开枪，我就杀了他。陈启玉，督军，陈司令昨夜出了车祸，去世了。父亲，怎么会？5、4年，是你杀了我父亲。5年前，要不是替你做事，帮你遮掩，我和父亲怎么会手染鲜血？这位智桑，臣府千金，深陷风月丑闻，自杀殉情。傅斯年，你才是真正的幕后主使，我一定会让你血债血偿。既然司令府之事已了，我和依依的婚礼就定在3日后。大少爷回来了。傅斯年有2个儿子，傅泽之为傅太太所出，那是姨太太所出庶长子傅凌渊。师傅，你怎么会？父亲，泽之，你大哥一直在外静养，也不是长久之计，让他回来帮你多分担一些。我只知道大哥这5年来都在老宅养伤，却不知你何时成为了依依的师傅。泽之忙于军中事务，而不像我这无用之人，只能靠唱戏打发时间了。民众乐园是我差人派下来的，交由林渊打理。那我替依依感谢大哥此前的照顾。一日开蒙，终身牵扯，师徒是一辈子的事。那我跟依依的婚礼，大哥务必要来喝一杯喜酒啊！林渊，我看你对这弟子也是情深几许啊！父亲别说笑了，他和泽之早已2情相悦，心有所属。倘若我要偏让她嫁给你呢？孩儿全凭父亲安排。你跟我大哥感情已经好到可以逾矩的地步了吗？还说什么一辈子都拆不散？听闻傅少帅素来冷面冷心，如今这是吃醋了？我对他只有感激，而且此前我并不知道他的身份。3日后，你就是我的妻子，夫妻之间该以诚相待，不应该有秘密。那少帅有秘密吗？比如永义堂主到底是谁？婚礼之日，我自会带你面见堂主。多谢少帅，少帅若有心愿，
我甘愿当你的棋子，以后才能两不相欠。你就这么想跟我划清界限？只有利益两清，往后才能唯以夫妻之情，共度余生。放心，我会把我最宝贵的时刻留在我们新婚之夜。赵宁，这次我不会再放开你，哪怕与傅家为敌。师父为何从未说过您是傅家长子？梨园中人活在戏里，早已忘了来处。依依，可是生我的气了？哪有徒弟生师傅气的道理？依依，还记得5年前为师告诉你的话吗？师父说，守祖师爷正道，强过苦练3冬。你我师徒同心才是正道。依依，你若想嫁入傅家，我愿意娶你。师父，生活不是戏台，我永远是您的徒弟。林渊，你就是太过心软。这民众乐园既是傅家的产业，那便由我做主。何管事，先送大少爷回去。父亲，求您千万别为难依依。还记得你曾经签过的这份卖身契吗？哼，现在就跪在祖师爷面前，把这契约的最后一句念一遍。凡班主所派刺杀任务，均不得推诿，违者即刻处死。现在你该履行承诺了。督军想让我杀的人是谁？那人会出现在你跟泽之的订婚宴上，到时我会指给你看。督军是想让我在订婚宴上杀人吗？你若不愿，也有另一条路，主动取消你跟泽之的订婚，嫁给林渊，此契约两清。这是师父的意思吗？林渊心地纯良，又怎忍心让你为难？他现在腿脚不便，我不能再夺他所爱。可泽之也是您的儿子，您这么做就不怕伤了他的心吗？泽之拥有的已经够多了，他和林渊之间的天平不能倾斜的太过。你还有3天时间，好好想清楚该选哪条路。依依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其实是……少帅，总统府的向元帅到了，督军让您前去迎接。等我回来。订婚仪式尚未开始，现在改变主意还来得及。督军让我杀的人到场了吗？你宁愿双手沾满鲜血，也不愿嫁给林渊，很好。这酒中的毒药会让人7步之内毒发身亡，
痛苦很快就会过去。督军想让我杀的人到底是谁？他来了。怎么不舍得？你要杀了自己的儿子？他不是我儿子。永义堂虽为富家产业，则之在那些老人中的声望却远超于我。儿子不能超过父亲，要么嫁给林渊，要么就只有杀了则之。督军常在军中，想必一定知道，没有什么比枪杀人更快。看见塔上的人了吗？你若敢轻举妄动，亦或向则之透露半个字，你们2个人一起死。你要还想进入富家，杀了则之，就是你的投名状。我那边有个熟人。元帅啊，依依，待喝完这杯酒，你就是我的未婚妻。这酒不能喝，因为我想嫁的人是傅林渊。好，这世上最难藏的就是人心，我看你能藏到何时？虎毒不食子，这酒里根本就没毒，可野猫只有被拔了爪子，才能为我所用。督军，请把卖身契还给我，从此契约两清。待你见到堂主，告诉我堂主的身份，我自会归还，否则弃文不悔，入宁难辞。商老板，关于堂主之事，少帅请您过去一趟。少帅说事关堂主，不知所谓何事。你和大娥婚礼当日，便由我带你面见堂主。若无其他事情，我先走了。商依依，你既然和傅林渊有情，为何还要费尽心思来欺骗我？因为我没有其他选择。什么叫没有选择？你既然对我无意，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？本就是少帅一厢情愿，对我而言，你不过是可利用的工具。若我不允许，没有人可以利用得了我。傅泽志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知道，背叛我的下场是什么。这根玉簪上涂有剧毒，见血封喉。少帅要是想活命，就不要过来。沈昭宁，我知道，你就是玉簪的主人。从梨园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认出你是昭宁。这5年来，你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，就算你化成灰，我都认得。5年前，严总管和陈司令合谋纵火神府，你死里逃生，刺杀严总管，除掉司令府。我知道，这都是为了复仇。我不懂你的意思。血落必留痕，你脱口而出的话，就是我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。这5年来，我一心想死在战场上，就是为了能够心想我们终于可以见面了。可如今我们重逢，你却要嫁给傅林渊。既然知道我在利用你，就不该对我动情。都怪我，
如果当年我能够查下去，我们的结果会不会就不一样？赵宁，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对我可曾有过真情？我心中只有仇恨。5年前，父亲面见堂主，变成一具尸体。请少帅如约带我面见堂主。督军，大少爷，吉时快到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不急，就让泽之带他进门，给他机会，才能露出破绽。今天本该是父母的忌日，父亲和大哥还未回来，我先带你见过堂主。今天本该是大喜之日，为何一片丧仪景象？因为今天是堂主的忌日，你面前之人就是永义堂主。你母亲就是永义堂主？你母亲就是永义堂主？是，可他在5年前的今天去世了。永义堂主已经去世了？现在还不能透露我是堂主的身份。这5年来，堂主之位空缺，便由我和堂中老人一同执掌事务。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与堂主见面，如今他却不在。我一定会帮你查出事发当日的真相，但在此之前，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。泽之，今天是你大哥大喜之日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父亲和大哥不就想看到我做出不轨之事，好抓住我的把柄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今天是母亲的忌日，把母亲的丧仪补上，新太太才好进门。泽之竟然如此想给太太尽孝，那你就在这儿跪上1天1夜，以表孝心。李云，我们先回去。今天所有人进门之前，都该向母亲上一炷香。泽之，父亲如何善待你们母子，人尽皆知。你这么做，不怕寒了父亲的心吗？5年前，你命我出城剿匪，却把母亲关在云楼之上，害她坠楼身亡。这5年来，您不许任何人祭奠，这算是善待？你给我住口！是你母亲撕毁婚书，行为悖逆，送她去云楼也是无奈之举。你一直想得到母亲的堂主之位，母亲坠楼，真的只是意外吗？跪下！他刑具了。督军，少帅这5年来四处征战，身上早已伤痕累累，这刑具恐怕……住口！今天是凌渊大婚，他却私设灵堂，破坏基礼。我今天非要打折他的腿！你现在是凌渊的夫人，却为泽之求情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我并非为少帅求情，只因少帅今日对师父不敬，我愿替师父施以惩戒。傅家上下都需恪守本分，少帅莫要再行差踏错。什么？堂主之位空悬，暂由堂中老人和泽之掌管永义堂。我已完成督军之命，请督军将卖身契还给我。你表面对泽之鞭刑惩戒，实则却是在保护着他。你知道，我向来容不下背主之人。我会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永义堂向来以德行为先，明日我会请堂中老人前来赴宴，届时就由你令他行越举之事，将他赶出永义堂。我本无意参与傅家恩怨，
我可不是和你商量。助我成为堂主，自然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可若不然，我会让你彻底消失。父亲，我来接依依回去。依依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不会打扰你的。师父，只希望我做的事不会伤到你。你可知父亲当年上督军府，到底是受谁之援？沈总长接到一封秘密信，说云楼上有通日走私的证据。通日走私？督军想将我当棋子，我偏要做执棋人。我要再上云楼，找出督军府犯罪的证据。我心如青山，晨曦一般荡漾。你到底是怎么过来的？你可曾听到声响？你的燕子扇，醒了我的心房。能看清你的真心，也不枉费昨天那场戏。你激怒督军是故意为之。若非如此，怎能看到你为我拦下鞭子，又怎能看到你为我落泪？告诉我，是不是傅思年逼你的？泽之，你在里面吗？我来给你送药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我进来了。让他走，我不想把师父牵扯进来。我会告诉你答案。泽之，你身上的伤如何？多谢大哥挂念，死不了。大哥今日颇为劳累，何明，送大哥回去休息。泽之，你记得上药。今晚来议事厅，我告诉你答案。你怎么伤我的无所谓，但我看不得你因为自欺欺人而痛苦。盯着他，若有消息，随时来报。督军，既然堂主之位空悬，是否要季先生停止追踪？泽之一面之词不可全信，让季先生继续盯着。还有堂主那个代号无眠，若有消息，即刻来报。督军，大少爷，刚才少帅进了大少夫人的房间。商依依可是泽之的大嫂，还请先生做个见证，省得错怪了泽之。还求父亲不要为难依依。请。我要和你说的话就在稍后的戏文里，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轻举妄动。给我搜！今日为督军和先生准备了一出戏，不知督军这是要搜什么？泽之与长嫂行不伦之事，敢问先生如何处置？永义堂以德行为先，若此事属实，应将他逐出永义堂。父亲，我相信依依绝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。督军，屏风之后好像有人。既要唱戏，自然是请了乐师来。出来吧。只可惜今天的戏唱不成了。把乐师先送出去。我与师父已完婚，督军理应将卖身契归还，正好先生在场，可以做个见证。
跟我耍心机，你简直是不自量力！督军自认可担堂主之位，也应是有意守信之人，请您兑现承诺。父亲，恕本就答应一一的，还求父亲归还。希望能以此唤醒你曾经的记忆。太太撕毁婚书，行为悖逆。来人，把太太送到云楼上去。府里家事，还望先生见谅。何总管，送客。父亲，求您饶过一役。休想逃出我的掌控！把少夫人送上云楼，关他3天。父亲，那云楼封闭已久，是不祥之地，住不得人呐。父亲，这警报声可能是着火了。傅思年，就是用这最后一条杀人之命逼你嫁给傅林渊的。我本就是梨园主人栽培的杀手，若不从命，也只有嫁给傅林渊。可那个人，我不能。傅思年命你杀的人是我，傅思年命你杀的人是我，所以你是为了我才嫁给傅林渊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若告诉你，订婚那日我们2个就会一起死。我会让所有伤你的人都死无全尸。泽之，你不能冒险。傅思年一定不会放过你。我和傅思年早已注定为敌，因为我根本就不是他的儿子。永义堂本是我生父创办，父亲突然离世，母亲接管。傅思年为了争夺永义堂，强娶已有身孕的母亲进门。所以如今堂主去世，你就成了他最大的危险。我说过，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和你一起面对。你为什么从来不信我？你的母亲是永义堂主，或许就是我的杀父仇人。我该怎么信你？你如何确定堂主就是凶手？你亲眼看到了吗？可你同样没有亲眼看到，不是吗？我一定会帮你找出答案，但我不允许你再离开我。这是空的。回办事，送我去云楼，我要去看少夫人，马上送我过去。这些都是日本金条，政府严禁日本通日走私，唯一的渠道通日走私。父亲查出永义堂通日走私，被堂主所杀。督军为掩盖罪行，将沈家灭口，这或许就是真相。我向你保证，永义堂绝不可能会通日走私。你并非堂主，拿什么来保证？你我注定无法相互信任。傅思年每个月都会密会日本领事，你要不信的话，大可亲自查验。赵宁，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，帮你摆脱傅林渊，你只能是我的。泽之，你在做什么？大哥何必明知故问？
少帅若是督军派来监视我的，就可以走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肮脏的手段。无论如何，一亿都是你大死亡。哦，是吗？我们的关系只能由我说了算。重启母亲曾用过的组织代号无冕，我要找出5年前的目击者。5年前提用无冕，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。如今若重新启动，您堂主的身份恐怕有暴露的风险。无论任何风险，我都愿意承担。我一定要找出凶手。督军，堂主专属代号无眠又重新启用了。余秋河去世后，无眠销声匿迹，我一定要查出堂主的真实身份。永义堂只有握在督军手中，与日方合作，才可保江城安宁。这就是那个日本领事，傅斯年果然是通日之人。永义堂绝不与日本人合作，季先生既为日商代言，恕不欢迎。送客。谁在外面？商依依，谁让你进来的？滚！这位便是商老板，在日本，许多朋友都想听您唱戏。唱戏之事任凭督军做主，可永义堂向来不与日军合作。督军想争堂主之位，万一被人抓住把柄，该如何是好？你敢威胁我？督军误会了，我只想帮督军争堂主之位，以将功补过。你如何帮我争这堂主之位？督军可请日军围剿永义堂，待他们求督军解围时，便可趁机接管。如此既可得到永义堂，又可保全督军的爱国之名。商老板这一计倒是来得精巧。你若再耍心机，我可容不得你。若此事不成，任凭督军处置。还请季先生帮我带个话，让大佐3日后来赴演场戏。父亲，这次为何愿意相信你？我自然不信，但这倒是个好机会。待得到永义堂之后，他只是个弃子。父亲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得到永义堂。既然你我都不想认，那就别怪儿子狠心。沈昭宁，谁允许你冒险的？你若想保永义堂，就必须赶在他出兵之前行动。你以为我是害怕失去永义堂吗？我是怕……尚依依，我不允许任何人将你置之险境，包括你自己。我会让梁生守好云楼上的证据。这次，我也想和你一起面对。日军围住永义堂，逮捕10余人，我申请用兵前去支援。军队是为守护江城百姓，公器又怎能沦为私用？守护江城产业，也是督军职责。永义堂中事务，我都无权过问，又何谈守护？则之，不如就将永义堂交给父亲掌管，出兵守护也才名正言顺。日军若在永义堂大肆杀戮，看你这总管又当如何自处？这是永义堂的方印，有了它，便有了堂主之权。去告诉季先生，让日军撤退。不必了。少帅，日军已被我们击退，永义堂并无伤亡。傅泽之，你竟敢私自调兵，该以军法处置。但可惜，从今天起，你就不再是督军了。总统府之命，以通日走私之罪逮捕傅斯年，这是逮捕令。哼，通日走私，谁会相信你这没有凭据的指控？
云楼上藏匿的金条就是证据。什么金条？去把周武搬过来。少帅，云楼上的金条不见了。多重准备方可制胜。论玩弄人心，你们还不是我的对手。来人，把傅泽之和商依依押入刑室。永义堂今日多亏督军府解围啊！这本是我父母之责，向元帅谬赞了。还不快把他们带下去！我奉向元帅之命逮捕通敌之人。督军这是要把我带哪儿去？督军忙于调兵，却忘了销毁凭证，这也就是你贿赂日军的证据。哼，仅凭一张票据，休想定我的罪。督军以为攻其不备定能制胜，而我却是声东击西。去告诉季先生，让日军撤退。多方准备方能制胜，还是督军教我的？傅斯年串通敌军，围困永义堂，由傅少帅亲自押解入狱。戏到高潮，幕后之人终该走到台前了。师傅，你的腿……你本是我最不舍的一枚棋子，可没想到差点坏了我这盘棋。师傅，你在说什么？梁生原来是沈府的下人，而你则是沈总长之女沈昭女。他说的可是真的？梁生，梁生，5年来，你把他藏在民众乐园做小厮，实则却是让他助你复仇。只是他的双腿已被我打断，从此就是个废人。小姐，你招了我的妹妹，对不起你，还求你在佛堂神像前给我上炷香。梁生，梁生，对主的如此，本就该死。我早知道你的身份，却还收你在身边，可你却不该骗我。我其实并不在乎你是谁，你只要陪着我就好。你要再敢动他一下，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我才是民众乐园真正的老板，她不仅是我的戏子，也是我的太太。你有什么资格干涉？傅凌渊，你离他远一点，否则就算留你一条命，我也会真的让你在名义上过下半辈子。永义堂和商依依终究都是我。告诉季先生，是时候把他知道，公之于众。是我害了梁生。等我查明父亲去世的真相，我一定要为梁生报仇。傅斯年，今晚行刑，在此之前随你处置，这本就是他欠你的。你怎么来了？傅斯年，你还记得5年前海宁总长沈宁远吗？你下令把沈府灭口，可我却活了下来。今天就来送你上路。沈府之女竟然没死，可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督军府。父亲缴获金条，查处通日走私，却惨遭杀害。到底是谁杀了父亲？那一天我虽未亲眼所见，可季先生他却目睹了一切。是堂主杀了沈总长。你当然会为自己开脱。堂主已死，死无对证。是泽之告诉你的吗？看来你也被他骗了。你说什么？说堂主已死，
专属代号无眠怎会重新启动？堂主莫非根本就没有死？莫非真正的堂主就是泽之？想借我之手除掉泽之，我绝不做你的棋子。泽之虽不是我亲生，可我若有心杀他，又有什么颜面去见他的母亲？母亲，我为你报仇了，可那天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真正的堂主就是泽之，所以他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傅斯年说堂主还活着，你说我该信他？等时机成熟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我先送你回去。不必了，我想自己走走。少帅，季先生散布消息说，明日请堂主前去赴约，要将5年前的真相告知堂主。安排季先生此时出场的人，才是真正的幕后真凶。组织上说，让堂主借机除掉季先生。有当天真相做诱饵，堂主无眠一定会来。除掉堂主，取而代之，你我才能安心。如果要杀堂主，也算我一份。季先生，5年前中秋之夜，沈总长到底是怎么死？我看到沈总长独自一人去云楼，可还未到云楼门口就已中枪。随后，那人上前朝沈总长又开了一枪，还高喊一句：“我绝不会让你动永义堂分毫。”随后，那人便进了云楼。或许他才是真正的堂主。季先生看清那人的容貌了吗？我只看清他穿的是军装。就是泽之，你为什么要杀季先生？季先生为日军间谍，我奉命前来处决他。沙老板，观众席的人催您登台了。少帅，我唱完这场戏，可否请您送我回去？好。昭宁，现在你相信了吧？傅泽之才是杀了你父亲的真凶。我一定会让他生不如死。所有知情人的信终于都落幕。泽之，5年前你说有话想对我说，当时你想对我说什么？昭宁，有什么话等到看烟火的时候再说。我时常在想，如果当时让你把话说完，现在会不会是不同的结局？记着水袖起落，唱悲欢，唱离合，无关我。泽之，明晚月桥烟火，你有空吗？有。5年前你想对我说的话，明晚可以对我说。昭宁，无论你想做什么，我都会配合。对不起，还求你在佛堂神像前给我上炷香。昭宁，
泽之，我好想从没对你说过我爱你，无论我是沈昭你，还是尚依依，从始至终，我都只爱你一个人。可我同样恨你入骨，有意堂主。找你。冷清话一场，有过往，只剩花间之傅林渊，昭宁，我还有话没来得及跟你说。不必说了，你就是永义堂主，是我的杀父仇人。季先生邀请堂主无眠赴约，你却恰好出现将他击毙，不过就是为了掩盖身份吧？季先生亲眼看到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开枪打死了沈宗哲，那个人只能是……依我看，是有人换上了戏服演了一出戏。别和他浪费时间了，今天师父就替你为你父亲报仇。师父就这么杀了他，未免太容易了。哦，那照你的意思呢？不如让他以堂主身份宣布永义堂与日军合作，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永义堂毁掉他的爱国忠义之名。还是依依想的周全，那就听你的。这酒里混了些烟膏，可以让他听话顺从，就由你亲自为他喝下去。你在犹豫什么？我只是担心服用此药是否见效太慢。这可是君越的心火，只需一次即可成瘾。3日之后，便要一一去为日本领事唱一首堂会，宣布双方合作。他们说想听商老板的《桃花扇》。傅林渊，你要再敢动他一下，我一定会让你不得好死！主动送戏上门，师父未免受人摆布，不如就把戏设在民众乐园，以示公允。不愧是我调教出来，那就依你所言。记得按时为他喝药，待事情办完，你我也该同房了。少帅，该用药了。为何绚烂叫人扑空？为何爱我正与我牢笼？为何等待都徒劳无功？为何求人这夜相困守？越珍贵越浪费，致命的伤都给我滚！大少爷，少帅刚刚杀了看守的兵卫，逃出去了。跟上他，留活口，任何人都不能毁了明天那场戏。昭宁，你终于还是相信我。泽之，我当然信你，可傅林渊要派人杀你。泽之，对不起，你会怪我吗？我知道，你是在傅林渊面前演戏。是我害你染上咽炎，我会为你找全城最好的医生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别担心，河民害怕不得善终，
已经投靠于我。那天酒里没有鸦片，我也只是配合表演。对不起，泽之，我一直在做伤害你的事。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，我的确是堂主，可永义堂不仅是江城商号，也是党组织联络处。向你隐瞒，是因为我不能暴露组织身份。我知道是傅林渊穿上军装想嫁祸给你，我身边都是他的人，我没办法，我只能把谢总。赵宁，我再也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一切。泽之，小心！泽之，少帅，少帅！泽之，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，我不允许你死！少帅，少帅挺住！快，小心！少帅，赵宁，可愿做我的妻子？我愿意，我愿做你的妻子。请你马上离开！你听见了吗？少帅，先出去！泽之，少帅。请进。泽之死了，你满意了吗？你虽拥有玉簪刺等，却精准避开了要害。我要杀他，可你却执意阻拦。这时我就知道，你还是选择了他。若他能活，我宁可用我的命去换。可惜你什么都不要。果然是用情之深，可若不是为了护你，他又怎么可能死？到头来，是你自己害死了他。我没得到，他也得不到，还是我赢了。既然5年来没人见过堂主真容，从明天起，我就是堂主，而你只需唱好那出《桃花扇》。今晚的这场戏准备的怎么样？师父请放心，今晚的戏一定格外精彩。着人去问问，景田先生为何还未到场？是。你的景田先生知道永义堂不予合作，不会来了。你的景田先生知道永义堂不予合作，不会来了。泽之，你竟然没死！泽之，你没死，没事吧？我说过，我会陪你一起面对，就绝不会食言。今天的戏是特意为师父准备的，因为我绝不会为日本人唱戏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唱的这出戏真是精彩。商依依，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救命之恩了吗？救命之恩，傅林渊，你就是杀死我父亲的真凶！你说什么？5年前，父亲接到堂主举报，前往督军府查处通日走私，他们都被你所杀。所有知情人都已经死了，你有什么证据？5年前的事，我就是人证。5年前，太太反对与日商合作，大少爷便说服督军将太太关在云楼之上，趁机夺取堂主之位。今日中秋，何管事无事便退下。
我绝不会让你动永义堂分毫。大少爷的腿疾也只是掩饰，我对不起太太和沈总长。这些年来，我守口如瓶，就是怕被大少爷灭口。云楼上的金条被你连夜转移，铸成这尊佛像，这就是证据。傅凌渊，你还有什么话想说？我筹谋了这么多年，永义堂本该就属于我，是你们坏了我的好事。永义堂是属于江城百姓，不是你谋私的工具。把这个叛国之徒给我带进去。救我的人已经到了。少帅，日军正在向江城进发，还有30里就到城郊了。景天先生说了，永义堂若拒不合作，日军就会杀入江城。江城百姓自有我的军队来守卫。想让所有人都替你去死吗？那就看看我是会输还是会赢。1小时后，全军出发。是。你说敢动我分毫，我就会让世人知晓，傅泽之就是组织分子无眠，到时候找你也得死。这只玉簪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等我回来，会送你一纸信的。泽之，你一定要活着回来。我答应。真心相拥才能溶解，风中摇曳路上的火，不灭一保护好自己。泽之，我一定会等你回来的。号外号外！少帅傅泽之中枪！泽之中枪了。张宁，商老板，少帅回来了，在明中乐园等你。现在就带我过去。少帅，您这是在担心商老板？我已命人去通知商老板，说您这次守卫江城胜利，身为大帅，我宁愿准备保释，一定会有救。我必须马上再改。赵宁，沈昭宁，少帅，都搜遍了，没找到沈小姐。傅离渊，怎么是你？泽之在哪儿？你若愿意现身，任凭日军享用，或许还能保护他一命。否则，你见到只有他的尸体。没有见到泽之之前，我不会受你胁迫。那可由不得你，我稍后就会把你送去日本营中。你虽然嫁给了我，我却还没碰过你。在你被糟蹋之前，该好好伺候我才是。你果然是只养不熟的野猫。今天是傅泽之荣升大帅的日子，我要让他在最荣耀的日子里面尝尽无尽的痛苦，我得要江城的百姓护不了他心爱的女人。
泽之，我看报纸说你中枪了。我没事。你能从战场上活着回来，却为了一个女人死在这儿，值得吗？我为了昭宁死，我心甘情愿。日军战败，你早已成为他们的弃子，我现在就送你上路。你们一听到对方的名字就舍命前来，有弱点的人终究不是我对手。我手中的牌还远远没有出完。我知道你就是无冕，只要帮总统府活捉无冕，就能以命换命。你们早就被包围了，就算你杀了我，休想脱身。我说过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们自认为是棋手，实则全都是我手上的棋子。你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在一起。记住，人是我杀的，跟你无关，我自有办法脱身。泽之，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你不能冒险。我们这场戏叫相忘。傅少帅，我就是无冕，你若不想跟傅林渊一样死在我的枪下，就不要过来。把枪都给我放下！活捉无冕。堂主，上次营救计划之后，无冕已经被永久停用，组织上安排了新的联络人，代号景色，他的信物是一只玉簪。你好，我是锦瑟。离歌皆唱罢，多情人望风月。旧戏几折戟，皆注定难成全。